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宜昌这个地方呢，属于三峡大坝景区。一直以来啊，这地方都是我梦寐以求的，今天终于来到了。因为以前来湖北，很多朋友、粉丝朋友也叫我说，你从宜昌坐游轮到那个重庆去，体验一下长江的航道，然后中间有很多景点，特别是过三峡大坝很有意思。那今天呢，终于在这里看到了。今天主要的是来看三峡那个船闸呀，就是游轮跟那个货船是怎么通过三峡大坝的。那么我们旁边这里呢，就是货轮通行的地点，现在去看一看。三峡大坝和三峡水库就不用介绍了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。眼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三峡库区，非常漂亮嘛，碧波荡漾的，环境非常好，水也是非常清澈的。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。大家都非常了解，长江也是分为中下游，那特别是修建的这个大坝，坝上和坝下面大概高度的话有100多米。那么像那些大型的货轮还有游轮，它就要通过这个落差，通过这个大坝。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完整的看一遍，相信很多人也非常好奇。现在我们是站在坝顶的这个位置，可以看到前面有很多货轮，那这些货轮呢，现在是即将进入到大坝的船闸，它要向下游进发，就等于像往下走一样的，这是在等待排队。这个景区是不收门票的，只收观光车。现在我们在这里呢，就能够看到三峡大坝那些轮船通航的一些过程。它这里分为2部分，一个呢就是游轮通行，一个就是大型的货轮。这里呢就是货轮通过这个三峡大坝，总共落差是113米，分为5级船闸，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。它这里分为2边，一边是上行，一边是下行，就相当于我们公路一样的2车道。一边来一边回，它这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看到下面很繁忙啊。我们先看看下行，大家看看那里颜色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那个就是经常水浸泡的痕迹啊。那么为什么会有痕迹呢？其实说的通俗一点，就这个船闸里面，相当于一个房间里面，它水位随时是变动的。因为修建的大坝，最上面跟最下面的河流落差有113米。所以当时在建造大坝的时候，就考虑到这个船只通过的方式，那么就在这个地方设计了一个5级船闸，每个船闸之间是有门在这里的。像我们现在看到了上行方向2级船闸到3级船闸，它的门是打开的，就证明2级船闸的船呢，现在正在往3级船闸里面前进。由于总的落差是113米，那么分为5层，基本上每一层的落差是20米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下行方向的第4个船闸里面有货轮，它现在要向第5级船闸通过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，第4级船闸的水就是我们看到的痕迹那里是比较高的。那么由于它有落差，第4级比第5级高20米，那大家都知道水面不平行，高了20多米是没法通行的。那自然而然呢，它就要第4级船闸的水往下降，然后第5级的水呢往上升，一降一升，两个刚好呢水面平行之后，那个船闸的门就可以打开了。现在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，那个船闸的门已经缓慢的开了，就证明他们现在2个船闸里面的水是平行的。这样的话，打开之后，这个船才能通过去。当然，这个门呢也是非常重的，也是靠电脑系统去控制的。大家仔细的看看，这个门现在是不是相当于越来越开？我们说的是船闸门它是缓慢的进行打开。也就是说，从第4级船闸船舱一样到第5级的话，花的时间可能还比较长。你看看这个门是越来越大了，因为现在2个水位是一样的。一样的话，这个船闸门打开之后，第4级的船就能够向第5级进发了。等一下我们也能看到它前进，只要它门彻底打开了就可以了。大家会想，那个这个水位是怎么2者平行的？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在这个门的下方肯定是有机器操作的。仔细看看，这门已经快完全打开了，神不神奇？所以大家如果没看过那个我们说的轮船
过三峡，今天终于见识到了，我也见识到了，这个确实见识到了中国的技术、中国的智慧、中国的强大、中国的基建。现在敏感人看到那些货轮已经在前进了，从船闸门那里就能看得出来。由于它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相对来讲的话，不像长江河里面那么宽敞，所以它前进的方向啊，前进的速度呢不是太快，而且这样一个船闸里面有好几艘货轮，所以呢，从下行方向第4级到第5级船舱呢，船闸里面花费的时间也可能比较多，估计呢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可能才走完一个船闸。我们现在看看其他的方向，我手指指的那边呢，就相当于是下行的，然后对面那边呢是上行的，所以基本上在每个船闸里面呢，都能看到那个水位线，就是水位经常上涨下降的痕迹啊。在这个下行第1级的船闸里面，已经有船呢从那个三峡水库进入到这个船闸里面了，正在缓慢的前行。我们现在继续看，特别是在下行的这里呢，大家发现没有？第3级船闸里面水位很高，这个门也是关闭的，因为现在第4级的船呢正在向第5级进发。假如说第4级的全部到了第5级，那么第3跟第4才会进行操作。同时现在也能看到下行的第5级船闸里面，就最后一个里面已经能够看到轮船了。那第4个船闸里面的船呢，基本上是看不到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船呢是通过一级一级的那个船闸呀向前进的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上行方向，上行的第1个船闸跟第2个船闸那个门是关闭的，然后同时可以看到第2级船闸它那个水位比较高，然后第1级船闸里面其实有船的，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，因为由于它们两者之间呢有20多米的落差，所以呢现在1号船闸里面的船呢还在底部，但是呢等一下大家就能看得到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上行的第2个船闸里面的水呀正在缓慢的下降，那个水呢流向了第1个船闸，那么相对第1个船闸的水呢就会上升，船呢就会慢慢的能够看到。我们稍微等一等，就一边上升一边下降，等它们两者的那个水位呢相同，中间那个门就会打开。因为刚刚我们看了下行的，现在上行道理也是一样的。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1级船闸那个船呢，已经能够看到了，正在缓慢的上升，而2号船闸里面的那个水呢，下降的很快。大家仔细看看，是不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？当然，这个上升的速度呢，不是太快，比较缓慢。你现在可以看到1号船闸里那个船呢，轮廓是越来越明显了。刚刚我们在2号船闸里面看那个水啊，就在那个水位线非常清楚，但是现在呢，已经看不到水了。估计呢，2个船闸的那个水位线马上就一样的，如果变成一样，我们就能够看到门呢会缓慢的打开，又能见证到奇迹的时候了。然后现在看看右边那个船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已经塞满了1号船闸。如果说4号船闸里面的船全部到了5号，它那个门同样也会关住的。那假如说4号船闸跟5号船的那个门关住了怎么办呢？同样的道理，5号船闸里面的水呢下降，降到和下面那个下游的长江水位一样的话，5号船闸的那个船就能够驶向长江里面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上行的，眼前这个是属于第3级船闸，尽管说上行下行都是5个船闸，但是呢由于一直在变化，所以呢基本上随时随地有2个船闸里面是没有船的。就像现在1级进入2级，它水位一个上升一个下降，那么2级是没有的。同样的3级跟4级的道理也是一样。现在前方那个船闸里面的船，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在缓慢的上升，也就是说水位在上升。那么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上行的第4级船闸里面的水，相当于是放入到第3级船闸里面。同样的道理，等它们平行之后，第3级的才能往第4级进发。反正不管是上行的还是下行的，它所有的那个水呀，都是从上游下来的。接着看上行方向，
第一个船闸和第二个船闸之间那个门呢，已经在缓慢的打开了。那么就相当于两者的水位线是一样的，就是说的平行。你看外面呢还有船在排队准备进入。那么等那个门呢彻底打开之后，一级船闸的那个船呢就会向二级里面进发，跟刚才下行是一样的。大家仔细看看那个门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，已经打开比较多了。现在可以看到那个门基本上彻底打开了，那么相当于就是说1号船闸里面的船呢马上要向2号船闸里面进发。1号向2号进发的时候，3号呢现在也正在向4号进发，因为它这里的水位呢已经相当于是涨起来了。可以看到轮船是正在缓慢的前行嘛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1号上升的时候，3号也在上升，这样一个船闸里面好像是4艘船还是6艘船。转回来看下行，这个4号到5号那个门呢正在关闭。关闭有什么作用呢？有2点，一点就是说5号船闸的船呢，它要准备向长江下游进发。另外一点就是说3号的要向4号进发，就是说4号到5号的门的关闭了，那么3号就要开始向4号舱注水了。等他们水位一样，第3级的船呢向第4级进发。下面那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上行方向第3级向第4级进发的一些轮船呢。刚刚我们看到是在相当于船闸的尾部，现在已经到头部了，就马上能够进入到第4级里面去了。我们继续看下行，由于下行这个离我们近一点，看得比较清晰。现在比较明显的是3级和4级船闸，大家看到3级的水呢是比较高，4级呢基本是没有水，但是马上就会不一样。现在第3级船闸里面有很多轮船只挡住了，我们看不到，它马上呢船呢要到第4级里面去，那就是说第3级船闸里面的水呢正在流向第4级船闸里面。其实现在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正在下降，一开始是比较缓慢，等到了一定时间的话，它那个速度呢是越来越快。大家现在发现没有，那个水位是不是降了很多？这边降得越快，那第4级船闸里面的水位呢上升的越快。好神奇啊，你看看刚才还能看到比较明显的水，但是现在呢已经远远的隐隐约约的看不到了。在这里就能够发现第4级船闸里面的水位很高，其实呢它是跟第3级里面的水位呢是一样的，因为两者平行了嘛才能通行。那么船闸门马上也要打开了，下面这个门船闸门就开始开了，开完之后下行的第3个船闸的船就往第4个开，反正也就是说总共是5级船闸。那第2跟第4一直是空着的，就是给我们说的中转用一样的。那135呢就一直都有船准备走。看一下开得挺快吧，看起来这个门呢非常厚的。刚才我们看这个下行的第4级船闸里面水还没有，现在通过第3级的水啊流到第4级，就这样通过了。那么现在第3跟第4是平行的，那船自然就可以过了，包括前面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看到下行第5级那个船闸门已经打开了，那个船呢就可以出去了。所以那个水啊一直是流动的，从最顶部一直流到最底部，就是水用完就放出去了，它一层一层这个水是往下放的。你看看下面这个门是不是已经打开的比较多了？完全那个打开之后，那船就会到第4级了，就是这个原理，非常有意思吧？速度确实很慢的。我来这里1个多小时，来的时候就是最外面那个集装箱的那个货船还是在第4级的船闸里面，到现在1个多小时了，它还没出去，只是说现在第5级那个船闸已经打开了，要慢慢出去了。
第3和第4的已经快打开完了，这个属于下行的，对面那边属于上行，原理是一样的。我在这里已经休息了一下，可以明显的看到，现在下行的第4个船闸里面已经有2艘货轮了。其实刚刚是没有的，就证明全部是从第3级来到第4级的。然后前方那个第5级的那个门呢也是打开的，那个船呢也全部出去了。到了这里，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来到三峡大坝看的那个样子，基本上就是说几个船闸呢是循环的，一进一出，一升一降，反复的这样，最终呢从这个船闸里面进入到下游的长江里面继续前进。所以说大家看了这么久，是不是感觉非常神奇？在这里就很好的诠释了长江上的货轮是如何翻越这座三峡大坝。当然这是属于货轮啊，属于大型的船只，小型的船只是在旁边。在这里还有一个通俗的说法，就是说大船爬楼梯，小船坐电梯。因为这里100多米的落差，5级船闸，这个相当于就是爬楼梯一样的，就是说这个轮船一层一层的通过这个船闸爬上去嘛，跟我们人走路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说确实佩服中国的建造者设计者，中国厉害了，也太神奇了。刚刚说的大船爬楼梯，小船坐电梯，那么我们经常在长江上面看到那些游轮啊，它基本是从这里上下的，就相当于是船到了一个，我们打个比方说一个电梯里面一样的，然后电梯上下把船运到这里来的，通俗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。因为我们没有具体乘坐体验，看完这个视频，相信大家都了解了轮船是如何通过大概40层楼高的三峡大坝